夫君，我要嫁人了。你不说话，我可就当你答应了。我当初劝你从军，是盼着你立下战功，待我过好日子。谁知你一去不回，我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见都没见过一面。这都10年了，看来真成死鬼了。如今战乱结束，新朝出立，皇帝加开恩科，我收留的那个落难举祖即将复考。他临行前求娶我，我应了。今日上香，就是给你说一声，从今往后，我不会再为你守节，我要为自己而活。希望阿爹在天之灵保佑，让干爹一举高中，最好中个状元，做新皇帝跟前的红人，从此带阿娘过好日子。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最近总感觉背后发凉？陛下，天下初定，然而后宫空悬，于国本不利。平南侯嫡女品貌端雅，可执掌凤印，入主中宫。臣等恳请陛下早立皇后，以固国本，以严皇嗣。朕说过，朕的父母发妻一日不曾寻回，朕一日不会立后。陛下，万万不可！3年前，北狄趁乱入侵，火烧永镇，臣率军驰援之时，全镇已成焦土。恕臣斗胆直言，您的父母和发妻恐怕早已罹难。一派胡言！陛下息怒！当初北狄作乱，朕本欲亲自带兵去救，你们个个以死相见，说会误了入主中原的最佳时机。若非你救援不力，永丰镇如何会被屠？如今天下大定，你们尽数封侯阖家团圆，唯独朕无父无母无妻无子。臣等惶恐。我瞧城门口天天在募兵，不如你去投军吧。凭你的本事，说不定能闯出个名堂来。你我新婚才多久？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我自己有手有脚，有什么丢不下的？前日跟婆母去寺里求的，你到了战场上，记得日日带着，保平安用的。这几年朝廷昏庸，到处都在打仗，你满腹韬略，却屈在这么个小地方。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去吧。我等着夫君日后立了功，封侯拜相，回来接阿宁过好日子。阿宁，你到底在哪儿？安宁，跟你说过，我如今改名字了，忘掉过去，只渡今朝。我现在叫许渡金。好，阿金，我来帮你吧。行，那你来吧。娘，你当真想好要嫁给干爹吗？这几年你总劝着我嫁人，如今我要嫁了，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我只是希望有人能对阿娘好。但阿娘真的开心吗？自从您答应嫁给干爹，这段时日您都没怎么笑过。你怎会求娶我？当年你失足落水，我虽救了你，但这些年我只把你当兄长。我寒窗10年，为的是将来一展抱负。如今新朝初建，军功卓著的武将当道，陛下定会用文官制衡。我将来入仕，做个孤臣最稳妥。你是担心日后做了官，会有朝臣为了拉拢你和你结亲？正是如此，与其将来受人摆布，不如我自己先把终身定下。那也不该是我啊，我嫁过人，如今孩子都那么大了。你若嫁我，家树家和便有了名正言顺的爹，往后不必再听人说3道4。你开店做生意，顶着官夫人的名头，那些存心滋事的人也要先掂量掂量。我们2个成婚是各取所需，你若介意，婚后我们分榻而居也无妨。成交，合作愉快。娘都这么大的人了，即便高兴，也不能总挂在脸上。你当娘是小孩儿？当真高兴。行了行了，
小孩子家家的，你只管安心读书，管什么大人的事？主上，听人说北滇火烧永丰镇之前，镇上不少人逃荒去了别的地方，或许夫人和您的父母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扩大范围搜寻，一定要找到他们。是。前朝余孽未除，不可大张旗鼓，避免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哥哥，你看那个唐人好漂亮呀！你说，他们当年若是逃难，会不会来京城？哥哥，你快来追我呀！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大人？我妹妹一时贪玩，冲撞了大人，我代她给您赔罪。好生照顾你妹妹，以后不可再这般乱跑，若是遇上马车会很危险。知道了，多谢大人。哥哥，我想吃椒盐味的糖人儿。糖人都是甜的好吃，你非要吃咸的，辣的更好吃呀。椒盐糖人儿。靖哥哥，我想吃那个椒盐味的糖人。那个既甜又咸，味道怪得很，每次都没人买，怎么偏你喜欢？我就是觉得好吃呀，靖哥哥。这姑娘的口味，居然和阿宁一样小众。大人，我刚才撞了你，这个当做给您的赔礼可好？你吃吧，我不爱吃这个。尝尝嘛，可好吃了。靖哥哥，这张脸，怎么和阿宁小时候如此相像？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你阿娘是谁？此人来历不明，不要跟他说我们的底细。可是他长得好好看，长这么好看的人会是坏人吗？你傻，越是好看的人越会骗人。万一他拐了你，把你卖到外地去，你就再也见不到阿娘了。我偏不告诉你。小小年纪，心眼倒多，我看起来很像坏人。大人难道不觉得你一开口不问我爹是谁，却问我娘是谁，很是无理唐突？阿娘样貌出众，远近皆知，此人打探阿娘，难保不是对阿娘心存不轨。你们俩今年多大了？几月出生？这总能说吧？小郑，我看他们约莫9岁上下。你说我当年离家时，阿宁会不会已经怀孕了？属下不知。跟上，看看他们两个家住哪里。你说，他们如果真是我的孩子，我一会儿跟他们说什么啊？他们会不会不肯认我？陛下想夫人想疯了吧？随便大街上遇到俩孩子，都上赶着想当爹。主上不必忧虑，如果真是您和夫人的孩子，皇子和公主自然会认您的。也是。阿爹，回来了，玩得累不累？不累。主上，您看，人家似乎有爹。果然是朕想多了。爹爹，刚才这个人一路跟着我和哥哥。这位公子，来我家中可有什么要事？这是你的孩子？是的。恕在下冒昧，敢问这孩子的母亲是谁？可在家中？你们父子3人在门外做什么？快洗洗手，进屋吃饭了。好，这就来。这位公子，我们要用晚饭了，你们可要进来一同吃点。果然不是阿宁，我当真是糊涂了，怎会遇见个相像的孩子，便觉得和阿宁有关？打扰了，告辞。干爹，这人谁呀？奇奇怪怪的。干爹也不知。走吧，先去吃饭。杜金，饭菜做好了，你们慢用，我就先回去了。吴嫂，这是这个月的工钱，你拿好了。这么多？之前你只帮着茶肆的生意，如今还要帮我去叔叔接送孩子，做晚饭，本就该这么多。行，那我就收下了。举子文严谨，一甲第1名，亲赐状元及第，受翰林院修撰，钦此。臣文严谨，谢主隆恩。状元郎起身吧。谢陛下。
竟然这位公是子，他。陛下，臣家中有一女，芳龄29，知书达理，年岁与状元郎适配。臣斗胆恳请陛下赐婚，将小女许给文状元。哦，文爱卿以为如何？这可是兵部尚书，能做他的女婿，是无数人求之不得的机缘。多谢尚书大人厚爱，只是臣家中已有未婚妻，不敢高攀。文状元的未婚妻是哪家闺秀？回禀圣上，尚书大人，臣早年遭难溺水，险些殒命江中，幸得民女许度金出手相救，收留庇护。数载寒窗苦读，也赖他帮扶接济。许度金早年丧夫，一人带着2个孩子，孤苦无依。臣感念他多年照拂，已向他表明心戒，欲娶她为妻。若陛下准允，臣斗胆请一道赐婚的旨意，避免外面流言损他名誉，扰他心神。哼，竟是个寡妇！堂堂状元，居然要娶一个生过2孩子的寡妇，实在荒谬。只怕是那寡妇不知廉耻，故意勾引。2人怕是早就有了夫妻之实吧？简直有辱斯文！陛下明鉴，臣与许娘子近些年来以兄妹相称，清清白白，并无越矩。说来，朕前阵子出宫，见过你和你未婚妻，还有他那2个孩子。原来陛下记得此事。陛下那日突然造访，询问臣的未婚妻，莫非与他有什么渊源？朕只是恰巧路过，随口一问，与你的未婚妻并不相识。文状元知恩图报，不攀权贵，不恋女色，愿意为他向朕请旨赐婚，足见品行高洁，重情重义。朕就欣赏你这样的男儿。这婚事，朕今日便赐给你。多谢陛下。状元郎打算何时成婚？臣希望越快越好，只是还未选定吉日。下个月初2，似乎就是好日子，不如就定在那日吧。朕到时候要亲自过去讨杯喜酒喝。下个月初2，会不会仓促了点儿？是陛下亲自赐的婚，吉日也是陛下钦定。这皇帝倒挺爱做媒婆，管遍别人家的闲事。朝里是没正经事儿给他干了吗？阿金，你是不是还没想好？若是如此，我可以找陛下另外改个日子。我听说你家茶肆出了个状元，我们都来沾沾状元的文运福气。我们还听说了陛下赐婚状元和状元夫人的事儿，都想来沾沾良缘喜气。楼上有雅间，还能听曲儿，各位客官请吧。和状元郎成婚，居然有这等好处，那我这茶肆日后岂不是要赚翻了？你说什么？没什么，我说婚期不用改日子了，下个月就行。阿娘今日真好看。阿娘终于有了新的生活，爹爹在天之灵肯定也会欣慰。阿娘，你当初嫁给爹爹有这么大的排场吗？这是天子赐婚，我和你爹那时候哪能有这样的排场？这么高兴？能嫁给景哥哥，阿宁当然高兴。别家喜娘出嫁都是十里红妆，满城香贺，我只恨不能给你更好的。没有呀，我觉得这样就很好。阿宁是孤儿，只有景哥哥待我好，能嫁给景哥哥，阿宁很幸福。我今天高兴的脸都要笑僵了。那我帮你揉揉。许安宁，你知不知羞？我亲自己的夫君，有什么可羞的？既如此，你继续。继续什么？洞房花烛夜要做什么？阿宁不知道吗？我就听人说可以亲亲，亲完就能生娃娃了。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想生娃娃，光亲亲可不行。还要什么？景哥哥教你。一拜天地，良缘永结。陛下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都起来吧。今日状元郎大喜，朕就是来讨杯喜酒喝。
陛下赐状元郎和夫人玉如意一对，云锦白匹金珠10征，赐御笔亲题琴瑟和鸣金匾一面。多谢陛下恩赏。陛下，臣与内人无双亲长辈，今日得见圣驾，还望恩准臣夫妇拜谒陛下。好啊，朕还未曾被新人拜过。这皇帝的声音怎么有点耳熟？一拜天地，二拜陛下，夫妻这状元夫人对拜。怎么瞧着比上回出宫御检的时候瘦了许多？听闻不少待嫁新娘为成婚时好看，刻意节食，把自己饿瘦。送入所言有理。夫人，你没事吧？多谢陛下。无妨，你们去洞房吧。大家也都别站着了，去闹状元郎的洞房吧，朕就不去了。诺。陛下怎么了？朕这是怎么了？随便摸个女子的手，都觉得她是阿宁。状元夫人，朕分明先前已经见过，真是魔怔了。我以前见过你，原来你是皇帝。现在确定我不是坏人了吧？当然，阿娘说皇帝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人，尤其新皇帝，他结束了战乱，让老百姓免受战争之苦，上位后还减免赋税，是个好人。想不到那个许度金还有这般见识。若是当年朕没离家，朕和阿宁的孩子估计也有这么大了。那这次能告诉朕你叫什么了吗？朕是皇帝，撒谎可是欺君哦。我叫刘家和，我哥哥叫刘家树，我们俩是龙凤胎。上次哥哥怕您是坏人，所以骗了您，他不是故意的。你们兄妹俩姓刘？对呀，因为我舅爹姓刘。舅爹？就是亲爹。阿娘嫁人了，我有了新爹，之前的算旧爹。文状元不是说他夫人是个寡妇吗？莫非那许度金是个骗子，他夫君根本没死？坏了，我和哥哥约好，一会儿要一起去看舅爹的，哥哥还在等我。陛下，您能跟我一起去吗？为何？今天阿娘成婚，我怕舅爹吃醋难过。您是天子，天子看他肯定高兴。陛下，不可。无妨，朕倒想看看这个舅爹到底是怎么回事。陛下，这就是我阿爹了。刘景，这不是朕入主中原之前的名字吗？难道这是给朕立的牌位？陛下，快放下我阿爹！阿娘成婚，他心中定然很难过，您不要再将他拿起了。你们的阿爹叫刘景，那你们的阿娘呢？许度金。朕问的是他以前的名字。我阿娘以前叫许安宁，这名字还是我阿爹起的呢。小丫，怎么了？景哥哥，他们都笑话小丫的名字难听。小丫在膳馆长大，没有爹娘，没有人给小丫起名字，连姓什么也不知道。原来是为这个。景哥哥帮你起一个。这是什么意思？你既无姓，当今皇帝姓许，你随天家姓氏，盼你能承些他们的福泽。另外，许还有许诺的意思。许安宁就是以后只要景哥哥在，就许诺小丫一世安宁。那我以后就叫许安宁了。他改名许度金，定是觉得朕背弃了当初的诺言，所以忘掉前尘，自度余生。阿宁，累坏了吧？还好还好，我以前嫁过的，有经验。虽是约定的假成婚，但堂都拜了，这合卺酒也一并饮了吧。礼成之后，我去书房睡。状元郎，陛下口谕，南郊官仓账目紊乱，着你即刻前往盘账造册，明臣须得成交户部，不得推诿耽搁。现在事出紧急，状元郎请吧。夫人，我有紧急公务，你早些休息。公务要紧，你去吧。成个婚真是太累了，
也不知道家树家和跑哪儿去了。不过五嫂和府里的下人应该会照顾好他们。好困，我得先睡一觉。不是分房睡吗？文言静怎么又回来了？莫非是落了什么东西？怎么还坐下了？文言静想干什么？没想到你竟是登徒子！阿宁，什么情况？我就成个婚，把前夫君气得诈尸了。你这死鬼，前几天不是给你上香说了我要大婚，你有意见早托梦啊！今日过来真是吓死人了。往日梦里与你相见，面容总是朦胧模糊，今晚看得倒是清楚，跟个活人似的。刚才一巴掌还挺真实。你在下边不用担心我们娘仨，状元郎对我挺好，2个孩子也很懂事。你要是在那边缺钱花了，就吱个声，明天我和孩子们再多给你烧点纸钱。你是不是对我嫁人不满？我告诉你，我不是没了男人不行，是这个世道对寡居的女子太过苛刻，我没有办法，你能明白吧？总之，我已经嫁了，这堂也拜过了，我如今是他的妻子，日后也是要进他们文家祖坟的，你我之间。阿宁，这2年我一直在找你，没想到竟看着你在自己眼皮底下和旁人拜了堂。文堂，你没死。阿宁，真的是我回来找你了。你既然活着，为何10年杳无音信？你知不知道，你刚走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一个人生下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又替你侍奉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我熬了整整10年。我还以为你埋骨沙场，尸骨无存。你既然活着，为何连个信都没有？哟，大壮参军回来啦！大壮哥，你和我夫君刘瑾是一同入伍的，怎么只有你一人回来了？是啊，我们阿景呢？他是不是还在军中？我与瑾兄弟入营不久便被拆分了，他机缘了得，被军中大将赏识提拔，做了先锋部将，还担任军师之职，带着大伙儿打了不少胜仗。只是什么？我们阿景到底怎么了？只是那位将军2个月前遭燕王围剿，整支队伍几乎无人生还。景兄弟他怕是凶多吉少。这些年，我日日夜夜都在自责，总觉得是我害死了你。无数个深夜，我都梦见你满身是血，孤零零地站在我面前。若当初我没有劝你从军，你就不会奔赴沙场，身陷险境，我也不会带着一双稚子，在乱世里无根无依，苦苦煎熬整整10年。你既然没死，为何这几年半点消息都没有？如今我都接受你已经死了的事实，去打算安安分分过完余生，你为何偏要在这个时候回来？当年那场战役，主帅多疑，不肯信我，最终中了燕王的埋伏。我也是九死一生才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从那场战役中侥幸存活后，我又被山寨的土匪掳走，在山寨改名刘定渊，步步隐忍筹谋，方才站稳脚跟。再后来，我接手山寨，率众揭竿而起。这期间，我不是不想给你递消息，而是不敢。起义之事，成王败寇，大家都把命别在裤腰带上，一旦暴露，
便是灭门之祸。我的身份稍有半分泄露，你和爹娘顷刻之间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不敢赌，也赌不起。直到3年前，北狄攻破并州，永丰镇危在旦夕，我的父母发妻还在那里，我要去救他们。主公万万不可！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如今形势紧迫，不可轻言撤军。主公，目前洛城守军疲惫，粮草不足，天下霸业近在眼前。主公三思，我等将士抛家舍业，浴血拼杀，身家性命尽数系于主公一身。望主公三思。这些人跟着我出生入死，我不能弃他们于不顾。可是，并州战火将至，我的家人又当如何保全？主公，您前阵刚有去并州接回家人之心，北狄铁骑便到了并州，此事可疑。是啊，没准是敌军与北狄勾结，为的就是乱我军心，阻挠主公逐鹿中原。主公千万不能中计。周将军，末将在，你率5万精锐，火速去并州驰援。末将领命，其余将士随我强攻洛城，定鼎中原。攻城！洛城城主无良献印，举城归降。既献城印，既往不咎。传令3军，不得惊扰城中百姓。是。主公，末将星夜驰援，赶至并州时，永丰镇和周边几个镇皆已惨遭大火，遍地焦土，您的家人下落不明。不会的。主公！后来我彻查真相，果然是洛城主帅与北狄勾结，故意侵扰并州。纵使北狄烧杀抢掠，大肆屠戮，只为乱我军心。那帮畜生，他们居然为了争夺城池，不惜通敌叛国，欺凌百姓。我勘破真相那日，诛了洛城主帅全族，而后平定中原，又亲率大军北上，亲手斩下北狄王首级，告慰并州枉死的百姓。4年前饥荒肆虐，颗粒无收，我带着爹娘和2个孩子逃荒来了京城，没想到竟侥幸躲过了那场浩劫。万幸，老天垂怜，让你活了下来，让我们还有重逢之日。可公婆终究没能熬过那乱世，他们已经不在了。那场饥荒太过惨烈，2位老人家年迈体弱，撑不住路途颠簸，相继离世。我仓促之间，只能将2老就近葬在逃荒路片。等日后得空，我带你去祭拜。他们若是知晓你还活着，定然欣慰。是我不孝，没有尽过为人子的本分。你这些年浴血奋战也不容易，爹娘九泉之下不会怪你的。对了，听你刚才所言，如今新皇登基，你肯定立下战功，封王封侯了吧？你如今是个什么官？大不大？新皇帝器重你吗？你觉得我会是什么官？你穿龙袍，你不会就是那个开国新君吧？怎么，朕不像吗？前夫君成了皇帝，那我如今嫁给状元郎，岂不是亏本了？你居然真的当了皇帝，如假包换。那家数家和，岂不是成了皇子公主？当然，朕还要立你为后。阿宁，唯独你一人配得上做朕的皇后。皇后？我刚和状元郎拜过堂，还能做皇后？刚才在礼堂上，满朝文武可都看着呢。而且，这可是你刚才大手一挥，御笔亲赐的琴瑟和鸣。你先是朕的妻子，只要朕下令，你今日的大婚可不用作数。这对人家状元郎不太好吧？朕自会在别处补偿他。10年未见，你如今惦记的是10年前的许安宁，我现在是许镀金。或许我早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你我幼年相识，后来结发，不管你变成什么样，都是我心里的样子。可你现在是皇帝，你不是我记忆里的夫君刘瑾。10年了，我现在看着你，有点陌生。现在呢，还陌生吗？我说的不是那种陌生。那是哪种？你还想让我证明什么？床上也行。这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你不要乱来，这是人家状元郎的府邸，状元郎的婚房。你堂堂天子，难不成想替人家洞房花烛？有何不可？你是朕的发妻，朕想做什么都可以。何况这府邸还是朕赐给他的。做了皇帝，人竟也变得霸道起来。才刚见面，怎么尽想那些，跟个色推一样。10年间，我南征北战，刀尖舔血，如今好不容易一统天下，眼前是我日思夜想的发妻。我若没点想法，那才不正常。反正不行。为何？如果你我是分别10天或者10个月，那自然怎么都好。可这都10年了，哪能一上来就那个？还是得再熟悉熟悉。原来是害羞了。10年分离，阿宁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之前分明都是你主动。你乱说。对了，你见到2个孩子没？你以为我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原来是这样。那他们2个认你了没有？你真的是我阿爹？如果你阿娘是许安宁的话，我应该就是你们的阿爹，刘瑾。你是不是我们的阿爹？你自己说了不算，要阿娘说了才算。就算你是皇帝，我阿娘不同意，我也不会认你的。我娘这些年带着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苦，你知道吗？朕知道，是朕对不起你们母子3人。他们从出生起就没见过你，心里难免有怨，慢慢来吧。阿宁，都是我不好，这些年让你们母子受尽委屈。若我只是寻常百姓，你打了10年仗，才换来如今的天下太平，百姓安乐，我应该感激你。可作为妻子，寡居10年，连半点夫君的消息都没有。若说我心里毫无芥蒂，那是假的。阿宁，是我不好，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和孩子。我现在就召集百官，立你为后，立家树为太子。这么晚了，你现在折腾什么？那明天一早上朝的时候，我再宣布，可好？不好。为何？一来，这事太突然了，我有点懵，你得容我和孩子们都缓缓。2来，我和文延锦确确实实已经拜了堂，成了亲。你我未曾和离，你和他的婚事不作数。无论如何，这事都要给人家一个交代。等我明日找机会，先和文延锦把事情说清楚。如此也好。如今夜深了，你先回去吧。我说让你先回去。娘子在哪儿，我便在哪儿。刘瑾，你堂堂天子，留宿在大臣家里，传出去好听吗？我给他安排的活儿，他今晚做不完，肯定要留在翰林院一整夜的，不会知道。这些年，想不想我？快卯时了，我还有政务要处理。原来当皇帝要起这么早。朝局初定，琐事自然多些。你再睡会儿，等天大亮以后，跟文延锦说清楚，我派人接你和孩子回宫。好。这朵莲花胎记，看着颜色比之前淡了许多。是啊，小时候最明显，可能如今长大了，胎记也越来越淡。睡吧。陛下，营卫来报，江南有前朝余孽作乱。
为首的是谁？是前朝雍国公世子公孙恪。传闻他找寻到了遗落在民间的前朝公主许灵依，如今正在集结兵马，暗中起事。前朝公主，皇室早年曾弄丢过一个公主，乃皇后嫡出，是前朝皇帝最宠爱的一位公主。哼，连公主走丢这样的事都能发生，看来前朝亡国之兆早有预警。那许灵依是何许人？陛下恕罪，属下尚未查清。走吧，先回宫。怎么忙到现在才回？账目太多了，你在此等我是有什么事？是这样，我的夫君找到了，他没死，要接我和孩子回家。你我当初本就是约定成婚，如今你夫君是陛下，你怎么知道的？早就有所察觉，新婚夜被他调走查账，我便更笃定了几分。我知道大婚已成，肯定给你造成了困扰，不如我们和离吧。你想要什么补偿，我也尽量满足。你很想跟他回去，他这么多年不曾找过你，你就一点不怨？战场凶险，他能走到今日，吃的苦未必就比我少。他是我夫君，也是我孩子的父亲，我们理应一家团聚。阿金，你不能跟他回宫。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我夫君来寻我，我为何不能跟他走？因为你的身份，不容许你和他在一起。就算我如今是个市井商妇女，身份低贱，但他自己以前也是个平头百姓，难不成当了皇帝就会嫌弃我？阿金，你不低贱，低贱的是他，是刘定渊配不上你。你在说什么胡话？我问过嘉禾，你后背右肩处有朵莲花胎记，你可知你是谁？我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你知道我的身世？你的父亲是前朝最后一个皇帝，你的母亲是最受宠的皇后。你开什么玩笑？我若真是公主，还能沦落成孤儿？我所言句句属实。你4岁那年，体弱多病，常年咳喘。太医院奉旨会诊，说深宫湿气太重，不利治童养身。陛下遣人送你去皇家别院养病，谁料途中遇上流民作乱，你就此走散，再寻不回来。自你走丢，皇后忧心成疾，缠绵病榻，就连陛下也急得病了一场。阿金，你的父皇母后都是很爱你的人，他们临终前还嘱托我，一定要找到你，保留皇家最后一丝血脉。这凤头簪是你母后临终前的遗物，也让我一并交给你。我才不信，一定是骗我的！我以性命起誓，若有半句虚言，不得好死。那你呢？你不是落难举子，你究竟是谁？臣雍国公世子公孙恪拜见公主殿下。公主，你我之间原是有婚约的，如果当初你未走丢，现如今你我早已成婚生子。你说什么？我和你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么毛毛躁躁的？烫到没有？我看看。你怎么过来了？大白天的。处理完公务，有些想你。难道我只能晚上过来？家树家禾呢？去叔叔了。跟文严谨说清楚没？前朝是被各路义军和诸侯王一起推翻的，先帝先皇也不是他杀的，不能算在他头上。可他篡权夺位总是事实，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反贼，才逼得你父皇在金銮殿上悬梁殉国，也逼得你母后撞柱而亡。何为反贼？何为贵胄？朝廷不仁，民不聊生，他们才会反。你居然替他说话！我根本不记得什么公主，什么父皇母后，就因为你的几句话，难道我该与我的夫君为敌？你不记得，你也是大林公主，你和他之间隔着家国宿仇，你嫁给他，你的父皇母后、兄弟姊妹在九泉之下何以安息？我一个人孤零零在乡野长大，没享受过公主的待遇，如今大林亡国了，就让我去背负仇恨，承担后果，凭什么？好，
我不拿那些国仇家恨去逼迫你，可就算你什么都不记得，丝毫不在乎那些血海深仇，那刘定渊呢？他也不介意你的身份吗？你什么意思？朝臣们不会容许一个前朝公主母仪天下，更不可能让你的孩子做太子。你跟着他，充其量只能为妾。不会的，他不会这么对我。他现在不会，是因为不知道你的身份。一旦知道呢？刘定渊早已不是你记忆里的夫君刘瑾。你别说了，我不想听。新朝时局不稳，前朝势力仍在。刘定渊若想警示那些人，别说让你做妾，杀了你示众都有可能。阿金，你们分别10年了，难道你要拿年少时的那点夫妻感情去赌他此刻深沉莫测的帝王之心吗？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不跟你去宫里了。告诉我为什么？昨夜还好好的，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阿宁，到底怎么了？昨夜知道你还活着，我很替你高兴，也确实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如今细想，你不在的这些年，一直都是文严谨照顾我们娘仨。比起和你去宫里，我还是更愿意做状元夫人，经营我的铺子。你说什么？这些年，我早当你不在人世，也习惯了没你的日子。如今，我和文严谨已经成婚，我们之间成了过去，往后还是不要再见了。你爱上文言静了？是啊，你先前都答应跟他成婚了，自然是对他动了真心。那我们呢？我们青梅竹马，年少结发，那么多年的感情，就通通不作数了？许安宁，你说话！我就问你一句，如今在你心中，可还有我的半分位置？我如今是许度金，而许安宁早已在漫长的10年等待中心灰意冷，彻底死了。好一个许度金，好一个心灰意冷。许安宁，我宁愿从未找到过你。去，吃了这么多年的百家饭，以后再供养不起你了，自己街上乞讨去吧。你也别觉得自己委屈。唉，今年收成不好，朝廷赋税又越来越重，我们自己都还吃不饱呢，哪分得出粮食给你？景哥哥，没有人愿意再养阿宁了。阿宁不哭，景哥哥带你回家。你带他回来干什么？你爹许久没打到猎，咱们家也快吃不起饭了。以后我的饭菜分他一半，那怎么能行？你正长身体呢。反正我要把他留下。你爹昨天运气好，打到一只山鸡，快吃吧。吃吧，瘦得跟个猴一样，长长肉。你在我眼里岁月不惊，那些过往不必再提，从今以后只有2个名字，一个是你。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天地玄宙洪荒。灭6国者6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许安宁，他们都说女舍女子读书无用，你为何总拉着我读书？我教你读书，不是要你科考入仕，是盼你洞悉明理。纵使日后起落沉浮，心中自有一份安稳底气。无用的从来不是笔墨文章，是被世俗规训，主动封住眼界的自己。不睡了？不睡了。以后你读过的书，我都要读。阿母，这些络子和绣帕，你一会儿去镇上换点银钱，再给景哥哥买点毛边纸，家里的快用完了。行，阿宁真是越来越能干了，以后干脆给我们家当儿媳妇算了。是那年初见你，转身没离去，陛下，在我臂弯里，快来人！陛下旧伤复发了。阿娘，我们怎么又搬回来住了？这里离茶肆方便。怎么了？你们想住在干爹府上？才不是！
阿娘在哪儿，我和哥哥就在哪儿。如果你们兄妹想跟你爹去宫里，也可以，只要我不入宫，前朝公主的身份不暴露，他应该会对2个孩子好的。那娘呢？娘都嫁给你干爹了，哪有再入宫的道理？娘不去宫里，我和妹妹也不去。你爹让你做太子，以后继承皇位，你也不去？好了，你们俩快都回房睡觉去，明早还得去书塾呢。文言锦是雍国公世子，那他科考入仕，究竟是想做什么？萧统领，你怎么来了？萧征，你带我去哪儿？你放我下来！这也太高了，你可别把我扔下去啊！我不想被甩死。苏公公，陛下旧疾复发，却不肯服药，这可怎么好？唉，陛下这是心病，解铃还需系铃人呐。您是说找状元郎夫人？我刚才已经去过了，夫人不在状元府，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她原来的家你去过没？她都成婚了，怎么可能在原来的住处？也就是说，你没去看？若是夫人住在自己家，那她和陛下之间恐还有救。快，你现在去许家看看。苏公公，我把人扛过来了。萧征，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开门！这便是帝王寝宫，怎么总有种熟悉的感觉？怎么突然冒出那样的画面？好端端的，怎么病了？好烫！刘瑾，谁让你来的？朕不用你管，出去。让你走你就走，许安宁，你还有没有良心？你是皇帝，都下旨让我走了，我还不走，是嫌命太长？这会儿倒是听话。先前我让你入宫时，你怎么不怕抗旨丢命了？怎么病得这么严重？还不是被你气的。也不知道你打仗这些年，把身体搞成什么样了。把药喝了。拿走，朕不喝。不喝药你的病怎么好？喝了，快点，你不喝我可走了。喝了药就好好睡一觉，我先回去了。阿宁，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就不能哄我一下？病了就该好好睡觉。没有娘子相陪，为夫如何睡得着？你有没有点当皇帝的样子？他们说你今夜宿在旭宅，你不是喜欢文言锦？刚刚新婚，为何和他分居两处？谁说我和他分居两处？今儿是回门日，白天忙着茶肆的生意，晚上才有时间回去一趟。文言锦今夜也住在那里。你当真和他住一起？他现在是我夫君，不住一起住哪儿？萧征，陛下，送状元夫人出宫。臣妇告退。想跟他同床共枕，做梦！苏永泉，陛下，宣文言锦入宫，即刻。起来吧。江南严正和漕运似有积弊，朕打算派你以巡盐御史的身份赴江南彻查贪腐，即刻动身。今夜就动身？此事关乎国本，刻不容缓。行囊和车马，朕已经让人替你备下了。刘定渊这是对公主仍有想法，想把我支开。怎么，爱卿不愿？陛下，臣昨日刚刚新婚，此刻动身去江南，臣的夫人那边……你是朕钦点的状元，满朝都说你孤直清正，此事让你去江南，确实委屈了你。只是这件差事只有交给你，朕才放心。臣定不辱命。陛下在我新婚期间让我夫君远赴江南，便是为了此刻吗？那又如何？许安宁，朕未曾与你和离，更不曾休妻。
变心的人是你，背叛感情的人也是你。陛下既要在此看夜色，臣妇便先告退了。阿宁，最近我总是在想，当初听你的，抛下一切去参军，是不是做错了？如今我坐拥天下，可是爹娘死了，孩子们不肯认我，你也选择嫁给旁人，皇权之上，是不是注定要孤独终老，断情绝爱？你别这样，或许只是我们缘分尽了，强求不来。若朕偏要强求呢？陛下，您的旧疾还未痊愈，不吃饭怎么好？撤了吧，朕吃不下。陛下，您可有什么想吃的？奴才让御膳房再重新准备。毫无新意，不必折腾了，朕不饿。听闻状元夫人开的那间茶肆，各式茶点小菜做得别致精巧，京中不少王公世家的夫人小姐都时常登门尝鲜，交口夸赞。哦，不如让萧统领去传状元夫人入宫，亲手做几样她拿手的吃食，也好让陛下换换口味。这倒是个好主意。这都饭点了，要不要顺便宣嘉树公子和嘉禾小姐一起入宫，以作恩赏？按你说的办。萧大统领，青天白日的，咱有话好好说，你可莫要再扛着我跑了，我现在腰还疼呢。夫人，陛下传您入宫做些吃食。给他做饭，不去。停下，我去。那有赏金没？1两金。这可是你说的啊！走，现在就去。才1两金而已，陛下应该出得起。再说都是一家人，陛下出的钱还不是他自己的钱。这就是皇宫吗？好漂亮！小姐和公子若是喜欢，以后可以常来。可以吗？二位若是常来，陛下定然欢喜。我们还是听阿娘的吧，宫里规矩很多，常来也不一定好玩。对，听阿娘的。嘉禾慢点，当心摔了。如果我不是前朝公主，此时此刻本该是一家团聚。这个场景怎么又有点似曾相识？灵一，你快点下来，上面很危险。父皇，我要吃枇杷。你下来，朕亲自给你摘。你先下来。灵一，是我原本的名字吗？阿娘，你快看，这里有好多你爱吃的枇杷。这棵枇杷树看着有些年头了。是啊，听宫里的老人说，这是前朝皇帝给他最宠爱的公主种的。我想起来了，原来文言锦说的都是真的。父皇，你说什么？什么父皇？我说，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叫你父皇？你不是不愿意和我相认吗？我和你之间是我们的事，但他们毕竟是你的骨肉。我最近在想着给他们请一个厉害点的先生，能多学点东西。你是天子，能给他们的自然比我好。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们接进宫来，请个太傅？我不要和娘分开，我也不要。既如此，让他们去国子监吧。国子监？里面的先生都是学识顶尖的世家大儒。听说要满12岁才有机会进国子监，他们才9岁多，也可以吗？朕说可以，自然可以。还不快谢谢父皇！谢谢父皇，谢谢父皇。去玩吧。你呢？想要什么？我没什么想要的啊，你为何这样问？你当初劝我参军，说希望我能立下战功，带你过好日子。如今我贵为天子，坐拥江山，你却选择和别人在一起。但不管怎样，你替我侍奉父母，床前尽孝，又为我养育儿女，多年操劳。我如今拥有的，有一部分该属于你。
或许我该册封你公主，或者诰命，给你无上尊荣。可是我只想让你做我的皇后，我无法看你顶着别的身份和我疏远，同别人夫妻恩爱，相守白头，所以我不能册封你那些。你什么都不用给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会怪你。苏用权，是。陛下有旨，赏许氏安宁黄金5000两，赤金3000两，官处纹银2万两，赏京中临街旺铺18间，城郊良田2500亩，赏山庄2处，活水庄园1座，这我几辈子也花不完了。既然给不了你身份，只能给你这些黄白之物，略作补偿。怎么了？不想要？赏赤金嵌红宝、蓝宝石压鬓头面12副，赏紫貂大头2件，要，白虎我当然要。谁会跟钱过不去？喜欢就好。成衣30套。好长的圣旨啊！发财了，发财了！父皇，你吃了好多啊！没办法，你娘的手艺实在太好。父皇已经很多年没吃过你娘做的菜了。我也觉得阿娘做的菜天下第一好吃。阿宁，娘，陛下恕罪，夫人恕罪。怎么样，烫到没有？怎么当差的？伤了夫人，你担待得起吗？奴才该死。没事没事，茶是温的，我没烫到，你别这么疾言厉色。我看这宫女年纪不大。别吓到人了。既然夫人不怪你，你自己将功补过，带夫人去宽衣。谢陛下，谢夫人。我不习惯被人伺候，你出去吧，我自己来。是。确定？干爹，我看得清清楚楚，错不了。此事不可泄露出去，否则后果你知道的。是。苏公公，您怎么在此？公主，没想到您流落民间多年，竟还有回来的一天。先皇和先皇后在天有灵，定然欣慰。刚才那宫女是你的人？公主放心，老奴没有恶意，只是看您眉宇之间实在和先皇后相像，这才出此下策。此事机密，老奴绝不会告诉任何人，包括陛下。或许这就是文言静不让我入宫的原因吧。这宫里不少前朝宫人，我这胎记很容易就会被人撞破身份。看来以后须得多加小心，不然小命真得交代了。公主命途多舛，不信任奴才也没关系。先皇后对奴才有知遇之恩，日后公主如有差遣，尽管使唤奴才，奴才必定尽心尽力。我想起来了，你是我父皇跟前的大太监，和他一起长大，如今怎么又做了刘瑾的御前总管？你若敢伤他，我不会放过你。夫人息怒，先帝救过奴才的性命。先帝驾崩后，皇城很快被几路反贼占领，他们虐待工人，无恶不作。直到先帝带兵打进来，这才有了我们这些工人的活路。先帝心善，见奴才懂些宫廷礼制，便让奴才继续做了这御前总管一职。原来如此。当年的18路诸侯里，如今的陛下最得民心。如今天下一统，国泰民安，奴才只想好好办差，不敢对先帝不敬。如此便好。前朝皇族奢靡，朝代更迭乃是顺应时势，做无谓的抗争，让民间再起战火，不过是害人害己。公主深明大义，奴才特意前来找您，也是这个意思。腰背挺直，肘别往下掉。弓不是用胳膊拉的，要用后背使力。阿娘换衣服怎么去了这么久？阿娘！哇，阿娘这身衣服真好看。好看什么呀？都一把年纪了，居然让我换这么粉嫩的衣服。你还未到30，哪里就一把年纪了？
嘉禾说的对，确实很好看。试试。阿娘居然会射箭，我和妹妹都不知道。对呀对呀，谁教阿娘射箭的？自然是朕。你们的祖父是猎户，箭术极好，朕也算得了他的真传。你们阿娘打小就跟着朕玩弹弓，后来射箭也学得不错。哇！陛下，何事？他们不是外人，你只管说。是前朝公主许灵一的事，有了些新的线索。阿宁，我有要事处理，你先带着孩子们继续玩。他居然也在查许灵一的事，看来对前朝皇室极为忌惮。不知日后查到我头上，他会如何处置我？你怎么在这儿？还穿成这样？先前给你的赏赐还缺了一样，朕亲自给你送过来。还有赏赐是什么？是朕。你有没有觉得，这世间男子三妻四妾，却要求女子从一而终，很是不公？你要这么说，确实如此。所以朕想过了，若你当真不愿随朕回宫，朕不介意和文彦锦平起平坐，让你也三夫四君。如今他远在江南办差，朕特来陪你。你确定自己脑子没问题？要不要宣个御医帮你看看？许安宁，你严肃点儿，朕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我不需要你陪，你赶紧走。跟文彦锦平起平坐还不行？许安宁，你再得寸进尺，朕就……你就怎样？朕就让你知道，朕压根儿没有底线啊！既然你不肯给我平夫的名分，我也可以做你那见不得人的外室。你真的应该看看脑子。夫人，文大人的家书到了。这是状元府，你不许出声，听到没？这哪是皇帝，简直就是登徒子。知道了，你下去吧。许安宁，你这鬼鬼祟祟的模样，倒像是在红杏出墙。少自作多情，我这是维护我夫君的颜面。你平时也是这样称呼他的？他本来就是我夫君，我不这样称呼，怎么称呼？当真要对我这么狠？你今夜想睡这里就自己睡吧，我去陪女儿睡。许安宁，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算了，他去陪女儿，朕就去陪儿子。陛下，陛下，怎么不叫父皇了？不太习惯。其实我也不太习惯，不然直接叫爹吧，我听着也顺耳。爹，这么晚，爹怎么过来了？还这身打扮？睡不着，想着过来看看你。娘今晚怎么来这里睡了？因为娘想你了呀。怎么，不想跟娘睡？才没有，嘉儿可喜欢和娘一起睡了。讲点你和你娘这几年的生活吧。你娘不肯细说，但我想知道。起初的时候，我们一家住在永丰镇里，靠娘做点针线活过日子。后来老家闹了大旱，地里的庄稼全枯了，颗粒无收，大家只能去逃荒。娘，我们这是去哪儿？去一个有东西吃的地方。那是哪儿？娘也不知道。就剩下一个饼了。都给我们了，你吃什么？我先前找水的时候，路边吃了点野果，我不饿，你们快吃吧。娘，阿旺，阿奶。
娘和阿翁阿奶还没醒过来，看在大家是同乡的份上，我求求你们了。一看就是饿晕过去了，还等什么？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俩孩子，还有2个快入土的老人，今天等着你们，明天你们照样掉队。这一家子全是拖油瓶，没一个顶事儿的。走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你们阿翁阿奶呢？他们还没醒。娘，怎么藏了这么多饼？他们多久没吃东西了？娘，你醒醒！别管我们了，前面路还长着，你带着孩子走吧。不行，要走一起走。京城快到了，那里肯定能讨到吃的，你们不能放弃。我们走不动了，你把那些饼拿着，才能和孩子们顺利走到京城。你们养育我10几年，夫君走的时候，我也答应他要好好照顾你们，我怎么能丢下您和公爹自己走？你虽是我儿媳，可打小就住在我们家，我一直拿你当女儿待。景儿下落不明，这些年苦了你了，这么多年了，别等她了。娘，您别说了，往后若是遇到合适的，就改嫁吧，我和你公爹不会怪你的。后来呢？后来，我和阿娘还有妹妹，靠着阿翁阿奶省出来的一点干粮，顺利来了京城。那时候京城也乱，娘带着我们在城郊的破院子里住下。她白天去街上给人缝补锦衣，勉强过活。后来娘发现乱世里到处都在打探消息，觉得这是门路，于是开了家小茶馆。我们不懂茶，赚的是帮人传递消息的生意。后来慢慢的就在京城站住了脚跟。乱世艰难，你娘开茶馆，想必很不容易。起初会有人想要欺负娘，后来娘遇到了干爹，就没人再欺负她了。说来也怪，干爹一个文弱书生，那些生事的人好像都怕他。我感觉他身份不简单。是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自己乱猜的。主上，萧征，你看这万家灯火，锦绣山河，是我们连年征战、浴血拼杀换来的。陛下功高盖世，百姓们都很爱戴您，可是朕却连自己的家人都护不住。朕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更不是一个好儿子。自从知道身世以后，最近总是能回想到以前。赋税越来越重，忙活一年剩不下几口粮，这日子怎么熬？唉，谁说不是？动不动就拉人去干活，家里地都荒了。当官的只顾捞钱，半点不管老百姓死活。纵使父皇待我万般疼爱，却绝非心怀苍生的帝王。我早年流落民间，历尽苦难，也算一种天意责罚。眼下战事平息，四海初定，前朝势力尚未根除。我身负这般身世，久居朝堂，必生祸乱。不如就此抽身，远离权斗是非。只是这2个孩子又当如何？还有文延锦，他到底会不会对刘瑾不利？娘在想什么？怎么没睡？我在想，你更喜欢我爹还是我干爹？怎么这么问？上次在宫里，您偷偷看了阿爹5次，还会脸红。你跟干爹在一起，就从来不会这样。有吗？有的，哥哥也看到了。不信你便问他。有什么好问的？快睡吧。你其实更喜欢阿爹，对不对？其实我也更喜欢阿爹，因为干爹有秘密。什么秘密？他去江南办差之前，我看到一个黑衣人叫他主上，他们还称呼阿爹是狗皇帝。那个黑衣人很厉害，嗖的一下能飞到屋顶上。你可听清？文延锦是想干什么？难道书信？对了，他刚让人送进来一份信。
公主，狗皇帝派我赴江南查办盐务。我这些年攒下的势力本就盘踞江南，新帝地位未稳，正是起兵复国的绝佳机会。我先去江南部署妥当，再来迎您南下。只要公主登高一呼，各方势力必会群起响应，大凌光复指日可待。疯子，这个疯子！你怎么又回来了？背后藏的什么？鬼鬼祟祟的，拿来我看看。这封信给他看，文严谨必死无疑，我的身份也会暴露。到那时，他会如何处置我？我夫君的家书都是一些新婚期间蜜里调油的话，不适合给外人看。许安宁，你非要气我是不是？算了，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只问你，你对文严谨了解多少？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和他大婚那夜，我便派人去查过他，他的卷宗太过干净，如今想来，干净的像是有人特意伪造的。我怀疑他另有身份。不会吧？你有证据？眼下没有，但外面仍有人打着光复前朝的旗号，意图作乱。那些势力盘根错节，还是小心为上。宫外太不安全了，你听话，带着孩子住进宫里，我才能保护好你们。好，你当真答应？你先把2个孩子带进宫吧。那你呢？我的茶肆想要做大，需要进点好的茶叶。我已经和江南那边的茶商约好了，要亲自过去验货。我刚派文严谨去江南，你后脚跟着要去，你俩不会想私奔吧？私奔？亏你问得出来。都当皇帝了，脑子里能不能不要总是想些情情爱爱的？我真是去谈生意。萧真武艺高强，让他跟你去。我去江南，主要是为了稳住文严谨，避免他真的带人作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萧真跟着也好，关键时候兴许能上用场。好。我去找你，但我不会骑马，马车太慢，你在驿馆接我。阿宁要去江南，你随行护他周全。是。朕会假扮你的下属，和你们一同去江南。啊，夫人她会发现的吧？我的身形和10年前相差甚远，只要你不说，他不会察觉。另外，此去江南凶险，你另外挑选100名影卫潜伏暗处，江南4部的兵马也都集结待命。诺。萧大统领，咱们到哪儿了？夫人，前面就是云阳驿馆。陛下让你护送我去江南，你怎么还多带了一个人？回夫人，这是末将的护卫。你的护卫？对，护卫的护卫。我怎么瞧着你的身形有点眼熟？你叫什么名字？夫人，他叫刀墨，是个哑巴。怎么一直戴着面具？回夫人，他的脸之前受伤毁容了，恐会吓到你。也罢，应该是我多心了。接下来我送你们2人一件大功，等到了云阳驿，你和刀墨藏在暗处，无论看到什么，我不换你们，你们不要出来。大功？咱不是去找茶山谈生意吗？你照做便是。诺。公主，各部皆已联络就绪，您此时前来正是时机。我们当真要如此行事吗？刘定渊夺我大黎江山，本就是人人得而诛之。你身为公主，复国乃天经地义。可是我就是个妇道人家，哪懂这些？主上，夫人和文严谨。嘘。我知道你是对大林忠心，才会有此想法，但这是在以卵击石，要不然还是算了吧。我们祖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岂容一个反贼窃取？哼，公主是舍不得刘定渊吧？
怎么会？我是不想你送死。再说了，复国这等大事，我一个乡野妇女哪有这般能耐？阿金，你还有我是你的夫君，也是你的助力。等复国成功，我便拥你为帝，你可封我为摄政王，助你辅政。原来是想拿我当牌坊，谋夺天下。只是真到那时，文严景还会甘居摄政王之位吗？那我们胜算有多少？先前只有3成，如今公主加入，士气大增，该有5成。才5成啊！公主，5成已是很大的胜算了。只要天意站在我们这边，刘定渊必亡。你们到底有多少人马？不如你带我去你们的驻扎地看看。现在这种事不是越快越好？怎么，你打着我的旗号召集兵马，难不成是想把我这个公主当摆设，什么都只听你一人的？当然不是，只是公主怎么只身前来？家树和家和呢？说起这个我就来气，我听你的，不和刘瑾相认。刘瑾恼怒之下居然跟我抢孩子，如今把他们都接进宫了。当真？你当我为什么来找你？那2个孩子是我的命啊！你说的对，他不知我的身份尚且如此，若是知道了，怕是真要处置我。你能想明白，再好不过。我也是男人，所以最懂男人。公主何等尊贵，不必跟她一个泥腿子爬上来的粗人一般见识。等你我得势，自有她后悔的时候。对了，你要跟你手底下的人说清楚，交战之时，万不可伤我孩子性命。这个自然，我也把家树家和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你带我去驻地看看吧，毕竟这么大的事，看不到人马，我心里发慌。再说了，我是公主，那些人都是为了助我复国，我不得过去鼓舞士气。也罢，你先在此处住下，等我安顿妥当，带你过去。这是什么意思？你既无姓，当今皇帝姓许，你随天家姓氏，怕你能承些他们的福泽。另外，许还有许诺的意思，许安宁就是以后只要景哥哥在，就许诺小丫一世安宁。窗影翻碎旧时过往，转身空留一地斜阳。踏遍千里风和他怎么来这么快？独一孤冷酒水床。刚才突然有老鼠，我一时被吓到，多谢你了。如今我没事了，你出去吧。风漫过旧门窗，犹记你清真衣裳。刚才打滑歪了一脚，不碍事。窗影翻碎旧时过往，转身空留一地斜阳。我自己来就好。他真的只是个普通侍卫吗？为什么总有熟悉的感觉？这张面具之下，到底是不是？独一孤冷酒水床。我是说，刚才的事，你和萧征都听到了吧？那他会如何处置我？一个侍卫，在我沐浴之时闯进来，亲自为我上药，这样的行为算不算逾矩？所以，你究竟是谁？阶前落花落几行，宿命横戈两相望。公主万岁！相逢一场，公主万岁！万般情愫。你把所有的账册拿来给我看，军马器械、粮草辎重，所有的我都要过目。这些细务琐碎得很，公主只管坐镇中军，鼓舞士气便好，旁的都有臣来操持。公孙克，你既不信我，又何必打着我的旗号招揽人心？难道你的忠诚都是假的？我只是你的棋子吗？
臣没有不信公主，只是账目枯燥。我开着茶肆，每日对账盘货，你还怕我看不明白？再说了，你手里多少家底我都不清楚，便想让我跟着你起事？算了，我还是走吧。好，我给你看。还有军师布防图、粮道图也都给我。好，我稍后命人拿给你。随便挑些不重要的账目给他看。属下领命。属下已让人画好了公主那2个孩子的画像，可要分发下去，告诉大家，将来起事之时，不要伤害他们。你是蠢货吗？让那2个野种活着，等着将来为父报仇。再说，你想让我给别人养孩子？公孙克，你居然连我2个孩子都不放过，这就是你所谓的复国吗？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好你个公孙克，居然随便让人拿些账目和手书来糊弄我。元月15，通州梁墨一族。元月不对，我父皇名讳许元衡，按理来说，臣子日常书写时，元字应当少写一笔。公孙克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大林吗？他怎么手书时连我父皇的名字都不避讳？萧征，你在吗？刀墨，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萧征呢？历经千帆终不散，情深不负此生缘。梅开雪落又一。果然是你。你不是不愿意暴露身份，也不愿意跟我说话吗？是啊，可我始终想不通，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我到底做了什么，令你如此难以信任，宁愿隐瞒一切，孤身涉险，也不肯亲口向我坦白实情。许安宁，你究竟在怕什么？怕我会杀了你吗？我在你眼里便是那样的人。不是的，我没那样想。可是出身不能选择，我改变不了，你也一样。我不想你为难。我找了你那么久，好不容易重逢，你却一直推开我，才是真的让我为难。阿宁，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怕你不要我。这里很危险，你不该来的，你快走！你还知道这里危险？公孙克不敢对我怎么样，可你不一样。你出现在这儿，一旦被发现，他们都想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身世的？你我重逢的第2日，文言锦告诉我的。你呢？是不是也早就知道了？没有很早，在你之后。消息可靠吗？属下核实过，许灵一出生时，右侧后肩的确有朵莲花胎记。前朝皇帝在世时，曾把那胎记看作祥瑞。许灵一幼年便是因此得宠。原来如此，他竟是因为此事，才拒绝跟我回宫的。不好，文言锦便是公孙克。后来我又问了内监总管苏永泉，这才得知，你和他早已见过面。阿宁，你的父母非我所害。我知道，我现在怀疑，我父皇的死和公孙克有关。你看，他提到我父皇的名字时毫不避讳。一个饱读诗书的忠臣良将，会如此做派吗？当初你父皇去世，确实有过公孙家弑君的传闻。先帝在位时，最宠信的便是公孙家。雍国公算得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竟还不满足。苏公公曾是我父皇的亲信，他或许知道内情。你让人把苏公公带来见我，此地不宜久留。你快走！公孙克狼子野心，你还要留下来？若他真的篡权弑君，如今这些大龄旧部便是被他蛊惑蒙骗，我更加不能走。好不容易天下太平，若再让他挑起战火，你肯定也不想看到吧？那我也不能让你涉险。可我是大龄公主，这些都是大龄旧部，他们因我而集结在一起，
我已经身在局中了。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是大龄公主，只是我的妻子，我唯一的妻子。许安宁，我在跟你说正事。不想听，所以只能堵你的嘴啊！我说了这里很危险，让你赶紧走，你不是也没听？我是担心你。我知道，所以我们两个谁也别劝谁，一起解决这件事，可好？好不好吗，夫君？再叫一次。夫君，其实我和文言锦诗是约定的假成婚，我只换过你一人，夫君。你这是答应我了？我真是被你吃得死死的。你为了摸清公孙克的底细，对他态度如此强硬，实在有些冒进。你怎么连这都知道？他营中有我安插的人。原来你早已在布局了。若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我还做什么皇帝？公孙克绝非善辈，你小心他狗急跳墙。以强硬的手段获取情报，虽然危险，却是最快最有效的法子。放心吧，我心中有数的。既然要留下，就把这个带在身上。这不是你参军前我送你的平安符吗？你一直带着。每次想你的时候，都会拿来看看。怎么有裂痕？是你受过伤吗？有次敌人放冷箭，这平安符救了我的命。这一次，希望它也能护你平安。公主看了一上午了，可看出什么名堂来？张将军，末将在。南营编制人员册上写的是3200人，可粮草消耗却远不止这些。你营里实际多少人？我在问你，你看公孙克干什么？公孙克，若你只想把我当个摆设，我是不可能在誓师时替你喊话，鼓舞士气的。公主问话，你照说便是。回公主，南营实有5200人。从今日起，各营粮饷由我亲自割发，不经中军代转。你们若是少报了人数，害底下兄弟吃不饱饭，就自己看着办。散了吧。主上，公主这是要从您手中夺权啊！等事成之后，我不会再容他这般放肆。账目差不多都摸清了，军事布防图和粮道图，公孙克始终不肯给我。马上就起兵日了，我得赶紧想想办法。公主，我闲来无事四处走走，你们忙你们的。诺。每2个时辰换一次哨，换哨间隙有约1盏茶的空档，南面围墙阴影最密，适合传递消息。萧征来了。布谷，你怎么又亲自来了？我夫人在此，我怎能不来？这是军事布防图，不过我自己画的有点草，你看看能不能懂？能看懂。那便好。对了，公孙克3日后起事。我已经布置好了。这几天你不要再过来，不然我提心吊胆的。关心我？谁关心你？我是怕你连累我。口是心非。希望那天之后，一切都会结束。会的。昨天我让萧征带给你的软甲呢？穿上没有？穿着呢，放心吧。萧征会继续掩藏你身边，护你周全。好。公主。大晚上的，公主来这里做什么？有人来了。你快走。白日里翻看皇家旧案，发现此处有密道，担心有歹人从密道进来，所以就过来看看。原来是为这个。公主放心，那处密道臣早已让人堵上了。即便如此，还是加派些守卫吧，以防万一。好，公主为大局着想，我很高兴。
刘瑾抢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2个孩子，我也会尽心尽力的。公孙克，只要我们事成，嘉禾和嘉树都会回到我身边的，对吗？当然，走吧，我送你回房。我先进去了，你也早点睡。阿金，你我已是夫妻，底下将士们都看着呢，一直分房而居，只怕会影响军心。我今晚……你当初求娶我时说的是各取所需，你我可以分房而居。后来你又告知我身份，带我来这儿，短时间内我哪能转变的那么快？先帝和先皇后都已被奸人所害，为了给先帝报仇，雍国公府也只剩我一个。你对我来说是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希望我们以后能相互扶持，白头到老。3日后便是誓师大会了，等我们把嘉树嘉禾救回来，你也再给我点时间，行吗？也好，公主早些休息。我本不愿再起战火，可奸佞当道，我们只能以刀兵讨一个说法。诸位将士，今日在此誓师，北上复国，迎回大林正统。且慢，诸位，誓师之前，我有一事要问公孙世子。公主要问什么？主上。公主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慢着，公主要问什么，直接问便是。这是做什么？公孙克，我父皇究竟是怎么死的？先帝是被反贼所迫，悬梁殉国。我早就告诉过公主了。这是你的亲笔手书，你写我父皇的名字，毫无避讳。一个真正忠君之人，难道连这点规矩都不守？一份手书而已，兴许我那天喝了酒，恰巧忘了。公主竟因这事疑我，究竟是一时醉酒忘了，还是你早有不臣之心？5年前你和雍国公弑君夺位，如今又借着本公主的名义，举着复国的大旗，妄图挑起战火。先帝莫非是公孙克杀的？不会吧？先帝在世时，公孙家亦是最受宠信的，他怎能做这等忘恩负义之事？弑君何等大罪？公主说这话，可得讲证据。公主，公主，先帝就是公孙克杀的，老奴可以为证。他是先帝跟前的掌印大太监，我见过一次。苏公公，你可有证据？诸位，咱家亲眼所见，先帝根本不是悬梁殉国，是雍国公公孙化带着世子公孙克闯进太极殿，逼先帝写退位诏书。先帝不肯，公孙克便亲手将白绫套在先帝颈上，活活勒死。之后，他又将先帝悬在梁上，做出殉国的假象。公孙克中状元那天，咱家便在太极殿上认出了他的身份。奈何他以公主的性命要挟咱家，我这才迟迟不敢说出实情。老东西，你血口喷人！还有公主的母亲文惠皇后，也根本不是吞金而亡，是雍国公弑君之后，企图霸占皇后，皇后宁死不从，撞柱而亡。这是皇后撞柱当日佩戴的凤头簪，上面的血便是铁证。这凤头簪乃是一对，另一只被公孙克拿走了，不知去向。你说这是我母后临终前的遗物？原来我母后竟是这么死的！公孙克，你杀害先帝，你爹逼死先皇后，如今还在这里贼喊捉贼，你好意思吗？诸位，我等誓师是为复国，复的是许家，不是他公孙家的。弑君之人何敢称忠？说得好，弑君反贼，不配为帅。你居然带萧真来，你和刘定元是一伙的，全都退下，不然我杀了他。阿金，自你在河边救下我，3年来的相濡以沫，
我以为你对我至少有过几分真心，而你却背叛我。背叛这样的字也配从你口里说出来？公孙克，你杀我父母，害我夫君，还想除掉我的孩子，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哼，你父皇只知享乐，贪酒好色，毫无治国之能。这皇帝他做的，为何我和我爹做不得？你终于说出真心话了。若真让你起事成功，我也不过是你的傀儡而已。如今我输了，拜你所赐。哼，也怪我大意，居然让你因为一份首次以我查我，设下今日此局。我只恨当年不该把你从水里捞上来。是吗？你觉得呢？早知今日，我当时就应该直接捅你2刀。公孙克呀，公孙克，你自负谋略过人，到头来却落得满盘皆输，无路可走的下场。还有气。喂，醒醒！喂！你醒了。在下不过一介废人，娘子何必救我？乱世沉浮，世道艰难，谁的半生不曾几经起落？一时的坎坷困顿，不过是路上风波，吹过便散了。你若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才是真的彻底废了。要一起玩吗？你们玩吧。马上入秋了，我最近新买了几匹料子，给你量量尺寸，做套新衣吧。会不会太麻烦了？不麻烦。量好了。为何对我这般好？2个孩子都挺喜欢你，他们自幼没爹，自你出现，许是在你身上找到了寄托，就是他们2个提议让我给你做身新衣服的。最近我也想着，若你不嫌弃，可否收他们做义子？作为报答，我可供你读书，助你考取功名。当然不嫌弃，我很喜欢2个孩子。那我们一言为定。原来你收留我，只是为了你的孩子。可是，我从未后悔过与你相识。如今回想，与你在一起度过的那3年，竟是我这生最幸福的韶光。少在这口蜜腹剑，你但凡把那3年放在心上，便不会想要连同我的2个孩子一起灭口。家树家和敬你爱你，不想他们喊了3年的干爹，竟是蛇蝎心肠。我也不想对他们动手，可在你眼里，只有你的夫君，你的孩子。我想和你长长久久，只能扫除那些障碍。公孙克，不要再为你的贪婪和野心找借口了。阿金，既然我不能拥有你，刘定渊也别想。公孙克，你休得放肆！不如我们同归于尽吧。来生，我再回报你的救命之恩。若有来生，我们不要再遇见了。许度金，你又跟我玩拖延时间的把戏。阿金，阿宁，阿宁，我在这儿呢，怎么做噩梦了？许安宁，以后不准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你知不知道你有夫君，有孩子？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一直提心吊胆的？阿宁，
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你一次。对不起，往后我不这样了。那些旧部，你打算如何处置他们？我会让人严加审问，若是公孙克的同伙，就依法处置。其余只是受了公孙克蛊惑的前朝部将，便不再追究，给他们一笔安家费，遣散归乡。你觉得如何？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我替他们谢过陛下。是夫君。我的身份，朝臣们不会答应我入宫的。什么身份？我只知道你叫许安宁，是我幼年结发的妻子，我2个孩子的阿娘，亦是此次平叛的大功臣。阿宁，你我自幼一起长大，最知道彼此。我们不说那些虚的。当初你说让我从军立功，带你过好日子，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权势地位，难不成你忍心留我一人？那你不许纳妾，我善妒你是知道的。你以前和村口的秀禾说句话，我都要吃醋好几天呢。我就跟他说了一次话，还是他娘病了，他想买野鸡，问家里有没有打到猎物。这么远的事你都记得，还说不是心里偷偷惦记他？还不是你当时一直跟我闹，我解释了很多遍，这才记忆深刻。反正你要是还想跟我在一起，以后不许有妃子，更不许3宫6院，宠幸旁人。如今我已到而立之年，一个你就够了，还纳什么妾，不够折腾的。你的意思是，你才而立之年就已经……已经什么？没什么。许安宁，你皮痒了是不是？好痒，夫君我错了，景哥哥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许久没听你唤景哥哥了。咱们这是要去哪？看看茶园，然后找茶商谈生意啊。我这次来江南，不就是为了这个？我可没说我跟你回去就不做生意了，我还想把茶肆扩大，改做茶楼。好，想做就做，只是不能以皇后的名义，不然可就乱套了。知道，我偷偷的。阿宁，回京之前，带我去见见爹娘吧。他们早年颠沛流离，受尽苦楚，最后客死异乡，未曾安享太平。我想迎他们的骸骨入帝陵，并为他们追尊封号，昭告天下。好。爹，娘，孩儿不孝，多年来愧对你们的养育之恩，甚至没来得及见你们最后一面。娘，我帮你吧。烟熏火燎的，哪里需要你？你只管好好读书，跟着你爹学武，别的不需要你做。娘还好吧？你决意从军，你娘心里舍不得，再多给她些时日。孩儿此去前路茫茫，往后不能守在二老膝下，是孩儿不孝。莫要这般想，承欢膝下是孝，救苍生于危难，解黎民于倒悬，亦是大丈夫该行的正道。只是眼下群雄并起，各路诸侯各去纷争，你务必擦亮双眼。择主一事万万不可轻率，要寻真正体恤苍生、心怀万民之人。倘若追随暴虐好杀、只知争夺地盘的枭雄，纵然立下战功，亦是助纣为虐，那样的功名，我们刘家儿郎不要也罢。爹爹教诲，孩儿谨记。战场凶险，万万珍重自身，不可贪图冒进。孩儿知道。爹和娘也要保重自己，等孩儿挣得功名回乡，再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好，爹和娘在家等着。
话说这逆贼公孙克，他本是雍国公世子，生的一副忠良相，却藏着豺狼心肠。他和他爹公孙化在太极殿上白绫一勒，害了先帝性命，又逼得文惠皇后撞柱身亡。可怜先帝驾崩，皇后殒命，他在外头却挂起了复国的幌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哄得多少好儿郎替他卖命。今夜继续睡茶楼，还是跟我回宫？孩子们都想你了。只是孩子们想我，为夫也想你。先前忙着爹娘迁陵一事，如今尘埃落定，等年关过去，我便着礼部准备封后大典。好，你知道吗？如今眼见四海升平，万家烟火，我便时常庆幸，我们阻止了那一场生灵涂炭的祸事。是啊，若没有你挺身入局，这太平盛世不知还要以多少白骨堆砌而成。是天下万民本就该得一份安稳岁月。愿往后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也愿你我永结同心，白首不离。哼！啊！这些奏折全都是联名上书，让朕放弃立后的。你们两个吃完了就去读书吧。为首的平南侯，听说你们当初平定四海时，除了安国公，他的功劳最大。是啊，朕已经厚赏过他，偏他不满足，一直想让自己的女儿母仪天下。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立你为后的。他们骂得那样难听，你还笑得出来？我原对皇后之位并不在意，不过既有人看不惯我，我还非要戴上那顶凤冠不可。陛下，先前追尊先考先比为恭肃皇帝端慈皇后，彰显孝道，尊崇本源，合乎礼法人心，朝野上下无人敢议。然而要封许氏为皇后，臣以为万万不妥。许安宁是朕患难与共的发妻，陪朕几经风雨，半生流离，更是和朕一起平定了江南之乱，功劳卓著。立她为后如何不妥？即便如此，最多可居贵妃，贬妻为妾。平南侯是想让朕被世人耻笑吗？陛下，如今新朝初立，根基未稳，陛下册封前朝余脉为后，难服天下士人，也绝非社稷之福。何况许氏曾改名许度金，改嫁逆臣公孙克，位列其妻，一身二嫁，身有污名，不堪为国母，放肆！平南侯好大的帽子！陛下，后宫不得干政，许氏擅入太极殿，已然违制，还请陛下命其速速退下。听闻满朝文武日日揪着一介妇人的过往大做文章，颠倒黑白，难道这便是尔等的臣道风骨？夫人慎言，我等皆是为新朝礼法、天下正统考量。夫人曾嫁逆贼公孙克，身世有瑕，本就不宜居位中宫。你是哪一年投在皇帝麾下的？回夫人，臣5年前本是怀王帐下的谋士，因不被重用，后改投陛下，承蒙陛下赏识，立过几次战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大人想说的可是这意思？夫人聪慧。那大人可知一奴不是二主的道理？阁下被主求荣，难道也算得上忠贞之事？你，夫人如此羞辱我大昭的有功之臣，有何资格母仪天下？你又是哪年投的皇帝麾下？我乃今年的新科榜眼。我们太原王氏世代簪缨，祖父更是官居高位。你祖父作为前朝的中书侍郎，位居中书，食前朝俸禄，得前朝栽培，那你算不算前朝余脉？如今到了新朝，应该被重用吗？
世道果然苛待女子，宽纵男儿。你们这些朝廷新贵、当官的、种地的，前朝投过敌、乱世改过主的，怕是比比皆是。放在你们身上，叫识时务、顾大局。怎么到了女子身上，改嫁变成了一辈子洗不掉的污点，十恶不赦的不贞？陛下，夫人好口才，满朝文武竟说不过她。夫人巧言善辩，可礼法纲常乃是立国根本。男子改世是为国择贤，岂可与女子二嫁相提并论？男子建功立业，开疆拓土，女子只需在内宅相夫教子，便可坐享其成。若还不守妇德，不守忠贞，怎堪相配？大人此言差矣。乱世倾覆，家国流离，女子守家园，护老幼，稳后方，熬过乱世疾苦，从无半分作想。皇后为天下女子之表率，身有旧侠，何以母仪天下，教化万民？大人饱读诗书，满口礼法纲常，可礼法之本在劝善，在容人，而非苛责私刑，束缚女子。对女子而言，一生一嫁是顺遂，二嫁是浮沉。男子乱世换主是通达，女子乱世换夫便是失德。这样的礼法算什么立国之本？我看分明是陋习。巧言令色，不知廉耻。朝堂礼法有序，国母之位关乎天下表率，须是家世清白的大家闺秀，岂能容你诡辩乱纲？你不甘寂寞，在陛下征战期间，与公孙恪苟且3年有余，满朝皆知，有何资格在此大放厥词？公孙恪之前，你是否还有旁的男子还未可知？平南侯，你放肆！夫人既有陛下相护，老臣惶恐，不敢多言。你既如此，那就请陛下顿坐，我也想再与侯爷辩上一辩。夫人请吧。侯爷是开国重臣，战功赫赫，本当为新朝立公正之规。可满朝谁不知晓，侯爷一心想借后位抬高家门，做那万世尊崇的国丈。你休得妄言！老夫戎马半生，岂会因家门私利干预中宫册封？你这是污蔑老臣，构陷忠良。我是否乱说？侯爷心知肚明。你身为古公之臣，不为新朝举贤为公，不为天下立规立德，反倒挟功自重，以权谋私，妄图中宫之位。你满口社稷苍生，却一肚子家族私利，用最堂皇的礼法行最龌龊的私心。这般欺君瞒朝，公私暴治，才是真正辱没了你半生戎马，愧对了你朝廷柱石的名头。你伶牙俐齿，颠倒黑白。老夫一生清明，一生为公。侯爷，陛下，许是在朝堂气得侯爷吐血，还请定他的罪。爱卿此言差矣，平南侯分明是旧疾复发，这才吐血，与朕的妻子何干？再者，你们群臣攻坚他一人，朕还未曾定罪呢，还不快扶侯爷回家休养？陛下，安国公在殿外求见。听闻安国公乃当朝帝师，陪着陛下南征北战，功勋远在平南侯之上。但是新朝建立后，便自请赋闲在家了。是啊，我还从未见安国公上过朝。今日安国公入朝，怕也是为了阻止陛下立许氏为后吧？宣安国公觐见。老臣叩见陛下。国公也起身吧。您旧伤未愈，赐座。谢陛下。安国公此次觐见所为何事？陛下，昔日大林先帝许元衡驾崩之后，天下无主，山河崩裂。京城先被逆臣公孙氏把持祸乱，后又外族轮番入侵，蛮夷鸠占鹊巢，屠戮百姓，中原沦陷整整3年。是陛下起兵于微末，扫平内乱，驱逐外族，一统四海9州。陛下再造乾坤，受万民拥戴。我大昭立国，从不是割裂前朝，而是承接大黎正统，延续华夏文脉。新朝承前朝法度，继前朝疆域，两朝一脉相承。平南侯今日率领百官阻挠，沿许夫人前朝公主身份祸乱国本，纯属谬论。臣以为，陛下立前朝公主为后，既可消解前朝旧臣疑虑，
亦可安定四海民心，让天下皆知大昭承续千秋正统。可许氏已然改嫁反贼公孙克，却是事实。这样的人入主中宫，如何堵天下悠悠众口？天下皆知公孙克之妻乃许度金，早已随公孙克一起伏法。陛下的发妻则是许安宁，是平叛江南的大功臣。这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乃千古正道。陛下如今立许夫人为后，正合天理。若天子尚且薄待患难发妻，何以教化天下万民？你身为臣子，不扶正朝纲，反倒阻挠中宫正位，居心何在？陛下明鉴，臣绝无此意。臣恳请陛下册立许夫人为中宫皇后，以正六宫，以安天下。臣等恳请陛下立许夫人为中宫皇后，以正六宫，以安天下。准奏。哇，我原以为阿娘当初嫁给干爹已经是很大的排场了，没想到今日的光景远远胜过那一日。哥哥，这凤冠霞帔很值钱的吧？就知道钱，没出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累坏了吧？我这也算是嫁了3次了，这一次确实是最累的。当个皇后，没想到这么麻烦。当年你我成婚，我一无所有，总觉得委屈了你。如今四海升平，江山安怼，总算有机会补给你一场天下最盛大的婚礼。我从没觉得委屈，今天的很好，当年的也很好。想不想出去走走？现在夜深路重的，去哪儿？来，这也太漂亮了。今日大典是做给天下人看的，今夜这片星魂，这船风月，才是我单独补给你的。这里好美啊！不及人美。你老盯着我做什么？不许看了。朕看朕的皇后，有何不可？阿宁，之前让你和孩子受了许多委屈，往后我定加倍补回来。不着急，慢慢补。儿臣给母后请安。快起来吧，前几天忙着封后大典，都没顾得上你们。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好好读书？有的，我也有好好读书。真乖。怎么了？有话想跟娘说？这是做什么？有件事，父皇让儿臣不要告诉母后。何事？您去年秋上去江南，父皇单独召见了儿臣。家叔，此次去江南，朕若有不测，太极殿奉天敬民的牌匾后面，朕留了遗诏，立你为储君，继承皇位。江南很危险吗？那阿娘和阿爹为何还要去？别害怕，只是为防不测，做了最坏的打算而已。毕竟，阿爹如今是皇帝，要为天下万民负责，凡事总要有万全的准备。这上面是朝中可用之人，你也仔仔细细记下。原来他陪我去江南，是抱了可能会死的准备的。他堂堂天子，本不该如此。起风了，在这儿摆发什么呆？冷不冷？到底怎么了？没什么。刚刚怎会对我生这么大的气？不许问，没有就是没有。好，好，好，我不问。家树家和最近的学问精进了不少，肯定是你又为他们换了先生的缘故。说起这个，我一直想给他们选一位太傅，如今心中已有了人选。谁啊？
我们这是去哪儿？不是要给家树家和请太傅吗？咱们去安国公府。百官们都住在皇城边上，安国公作为开朝元老，为何偏偏居于城外山野？或许是想明哲保身。论起来，安国公算是我恩师。他曾是前朝最年轻的状元，才华横溢，却因为得罪权贵，几次遭贬。后来辞官归隐。天下大乱后，他被山寨的人所掳，与我在寨中结识。后来也是他在寨子里带头拥护我起事，才有了如今的新朝。原来如此。以他的才学，给孩子们做太傅，刚好合适。听你的。选太傅原本只是一道旨意的事，但安国公终究和旁人不同，我们亲自登门拜访，更显诚心。好。陛下、娘娘，国公府到了。你们找谁？我们家公爷不见外客。丁渊大哥，这是安国公之女，英婉。丁渊大哥，你怎么来了？爹，丁渊大哥来了。微臣不知陛下和娘娘驾到，有失远迎，还请赐罪。朕与皇后本就是微服出宫，不知者不怪，国公平身吧。谢陛下。丁渊大哥，我们先进屋吧。住口！陛下天子之身，岂是你可称兄的？无妨，朕也把英婉当作义妹。皇后娘娘冷吗？可要去屋里坐坐。无妨。那英婉想跟娘娘聊聊天，可以吗？当然。你想同我聊什么？先前朝臣们阻挠您入主中宫，娘娘在朝堂上的一番言辞，曾让英婉大受震撼，也对娘娘心生敬佩。今日得见凤颜，英婉有个不情之求，希望娘娘能帮我在陛下面前说几句话，准许我参军。你要参军？臣女自幼习武，心心念念就是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可我父亲一直阻拦，说沙场是男人的事，女子不该涉足。他们当初打仗的时候不肯带我，如今我想去守江，我爹还是不让。你爹就你一个女儿，想来是不想你离他太远。不瞒娘娘，近2年我爹为我相看了不少夫婿，有些他相看的夫家也不在京城，嫁人可以离京，难道参军就不可以吗？女子到了一定年纪，只能嫁人生子，就不能有别的出路？我今年23了，京中那些闺秀们都暗暗嘲讽我是老姑娘，可困于闺乐，溺于宅院，这样的日子终究不是我想要的。你容我想想。安国公已经答应给家树做太子太傅。那就好。英婉说她想参军。他找上你了。安国公和夫人情深，自多年前夫人因重病亡去之后，他未曾再娶，独自把英婉抚养长大，视若珍宝。安国公只此一女，战场那样的地方，不舍得也算情理之中。是啊，所以我们也不好多加干涉。你说英婉若是男儿，作为安国公独子，他想从军，安国公可会答应？那应该会的。说到底，还是因为英婉是女儿身。萧征手下掌管着萧卫营的3万禁军，依我看，不如让英婉先在萧卫营历练历练。若他自己不是那块料，或许吃吃苦头便放弃了。若当真有些能力，日后想领兵一方，未尝不可。如此安排，想来安国公不会太难接受。萧征，你意下如何？陛下、娘娘，营中皆是男儿，女子怕是不太方便吧？先前从未有过女子入军营的先例，军纪法度上肯定有不完善之处。等她去了军营，再酌情调整。你觉得如何？我想英婉大概不是个娇气的姑娘，若她连京中都不能克服，还去什么边疆？按皇后说的办。诺。英婉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娘娘福寿安康。起来吧，谢皇后娘娘。娘娘，我爹和陛下已经准了我入萧卫营，英婉此次入宫是特来谢恩的，本宫能帮的也只有这些。
后面的路还是要你自己走。娘娘还为我请封了安国公世子，女子入营已是罕见，受封世子更难。娘娘此番定然顶了不少朝中大臣的压力。安国公为新朝鞠躬尽瘁，本宫和陛下只是不忍让国公府断了传承。你是安国公唯一的血脉，受封世子，名正言顺。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娘娘待殷婉这般好，殷婉却有事欺瞒您，实在心中有愧。其实，殷婉早年偷偷恋慕过陛下。我当什么事呢？原来是这个。娘娘早就知道了。上次在安国公府遇见你，我便看出来了。你特意求我成全参军之事，不过是笃定我会介怀你对陛下的心意，索性顺水推舟，借机将你打发去边关，难道不是？娘娘既然知道，为何还对殷婉这般好，甚至让殷婉留在京中？那我要怎么做？因为那点小事打压你，让你远离京城。若真如此，你自己倒是如意了。安国公怕是要为此记恨我。皇后娘娘，我相信，不管你对陛下心意如何，你那天说自己不想被困于闺阁，囿于宅院，说你想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话，都是真的。我也相信，能说出那番话的女子，日后定有一番作为，不会终生被困于情爱。其实，我早知道自己是一厢情愿。早年陛下征战时，我时常看到他独处时，手里总是握着一枚平安符。有一次，那平安符不慎掉落敌营，他不顾危险的亲自去找。那时我便知道，没有人能比得了您在他心里的位置。我多年来迟迟不愿嫁人，并不是有非分之想，只是不愿将就而已。娘娘，陛下对此毫不知情，他只是因为我爹的关系，才对我和颜悦色几分。你是个好姑娘，日后也定能遇到与你并肩之人。娘娘的知遇之恩，殷婉没齿不忘。殷婉没有兄弟姊妹，日后便把娘娘当作亲生的阿姊妹一般，敬您爱您重您。好，待来日沙场建功，我愿做大招第一女将军，永为娘娘左膀右臂。该是大招第一将军。我深信你不只能成为女子表率，更不输世间任何男儿。你最近怎么老陪着我？大理王子携公主入朝，想来快到了吧？还有半个月，一会儿你陪我去御书房看折子。才不要，我晚点还要去茶楼呢。那再陪你待会儿，我送你去茶楼。你这也太粘人了。10年分离，我不得把亏欠的都补回来。先前半生颠沛流离，从未想过，竟有这般安稳清闲的岁月。我们重逢1年了，如今还时常恍惚，觉得像一场梦。不是梦，我就在你身边。你对英婉是不是太过上心了？毕竟也没见过几次。或许是同为女子，她当日的一番话打动了我吧。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不爱读书，说女子读书无用，是你跟我说的。我教你读书，不是要你科考入仕，是盼你洞悉明理。纵使日后起落沉浮，心中自有一份安稳底气。无用的从来不是笔墨文章，是被世俗规训，主动封住眼界的自己。这话我后来一直记在心上。我时常想着，若这世道能对女子少些刻板规训，多些宽容教导，世间女子的眼界绝不会困于方寸庭院，她们的人生除了相夫教子之外，也可以胸怀理想，奔赴山海。所以你倾力栽培英婉，希望她能为天下女子开辟一条新的前路出来。只是不知她能否如你所愿，开创这先河。前路漫漫，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且走且看吧。总之，我已做了我能做的，不负初心便好。